带人犯。张老三，1个月前你从本官这里借走纹银50贯，按照约定，你现在该还我500贯。什么？500贯？500贯！我把我这身老骨头拆了也凑不齐这笔钱啊！林大人，您再给小老儿一些时日吧，我一定把钱给您还上。张老三，当初你老婆病重缺钱，本官破例借你，高利贷都是和你当面说清的。现在你想当无赖，我看你是想死了。倒也情有可原，可这利息分明就是趁火打劫。大人，小老儿实在无力偿还啊，求大人再宽限一些时日吧。既然没钱，那就用你女儿来抵账。刚好本官也想尝尝这年方28小女子的滋味。来人啊，把这小女子给我抓起来，送到我房中去。待我断案完毕，本官要好好享受一下。官爷，求求您了，放过我女儿吧！爷爷，这狗官简直无法无天，我马上斩了他！皇兄别激动，事情肯定另有隐情。你看着这周围的百姓，对这林峰一点也不怨恨。凌轩，你就别为这狗官说情了。皇兄，我们看完整个断案再下定论也不迟。你们2个把这张老三给我拖出去打一顿，让他长长记性。大人，求求你了！凌轩，这下你看到了吧？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狗官。这狗官当街强抢民女，还无故殴打百姓，把我大明律法当成废纸了吗？本官罚了，结案，退堂。都散了，散了，散了！是。且慢！林峰，你身为凤阳县令，竟敢公然违背大明律法，私设借贷，强抢民女！你将我大明律法置于何地？将朝廷威严置于何地？论罪，你该当斩！论罪，你该当斩！说完了吗？律法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个道理你不懂吗？等你们那套流程走完，那姑娘一辈子都毁了。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大明律法乃国之基石，岂容你这等昏官在此肆意曲解？今天我话就放这儿，就算是当今皇上朱元璋亲自来了，他女儿我也照收不误。混账！你可知晓站在你面前的究竟是谁？我管你是谁，来人，把这几个家伙给我轰出去！是。放肆！你们可知？狗官，简直是目无王法，罪大恶极！爷爷，你消消气。这位老丈，你们是不是误会我们县令大人了？误会？那狗官在公堂之上强抢民女，这还有什么可误会的？林大人他不是那样的人。不用再说了。允文，传令下去，命吏部尚书吴林火速率领禁卫军进驻凤阳，缉拿林峰。今日，咱要这狗官林峰人头落地。是。我说你们几个外地来的，不懂就别在这乱说。你们到底知不知道那张老三干了什么？你们可知道，刚才堂上那个哭天抢地的老汉张老三，是我们凤阳城里出了名的烂赌鬼。不管他干了什么，都不能成为你们强抢民女的借口。没错，就算如此，
你们县令设下高利贷，还不上钱就用人家女儿抵债，简直是丧尽天良！放屁！你们都被那张老三骗了。若不是我们林大人将那小芳好心收留，他就要被张老三卖进青楼还债了。还有这等事情？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替他开脱？你有证据证明吗？你不信我，可以去问问凤阳的乡亲们，我说的是不是真的？这位官爷说的句句属实，那张老三就是个烂赌鬼，要不是林大人心善，他闺女早就被他推进狼窝了。就算是这样，那县令也不应该违背大明律法。大明律法算个屁！大胆！你竟敢藐视国法！藐视又能怎样？林大人能让我吃饱穿暖，在我眼里，林大人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人。这个林峰视律法如无物，可为何百姓却对他如此维护？难道他真的是一个好官？爷爷，您不必如此忧愁。这位百姓的话虽然粗鄙，但或许也道出了一些实情。哎，凌轩，你怎么也帮着那狗官说话？皇兄此言差矣。这位林大人行事虽不合常理，但其中必有缘由。爷爷，既然您想了解事情的原委，不如我们前去正式拜访一下这位县令，当面会会他。好，就依你所言，咱当面会会他。这位官爷，我等乃京城来的假商，有要事想求见你们县令林大人，还望通禀一声。怎么又是你们几个？赶紧滚蛋！别在这碍眼！你官爷，我们从京城来，是想和林大人谈生意的，您看能否通融一下？区一个七品县令，见他一面居然还要钱！小小心意，还请官爷笑纳。请官爷务必在林大人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行，看在银子的份上，我这就去给你们通报一声。凌轩，你为何要给那狗仗人势的东西钱？皇兄息怒，当下要紧的是见到林峰，为此花点银钱不算什么。凌轩说的对，待会儿见了他，咱要亲口问问他，为何纵容手下如此行径。三位贵客运气不错，我们林大人正好有空，进来吧。好你个林峰，咱倒要看看你这县衙里面究竟是龙潭还是虎穴。求大人开恩，收留小女子吧。本官救你是出于县令之职，乃分内之事，当不得你如此大礼。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无缘无故的留在我这县衙后院，传扬出去，与你的名节有损。小女子不怕什么名节有损，大人救了我，我以后就是大人的人了。这样吧，本官可以替你物色一门好亲事，找个老实本分的男人嫁了，也算有个依靠。不，小女子不嫁人，我只想跟着大人您。凤蝶，带她下去洗漱一番，再找一身干净的衣裳给她换上，把她送走。是，大人。姑娘，起来吧，别为难林大人了。我不走，我这辈子都是大人的人。好一个凤阳县令，没想到你竟是如此荒淫无道之徒。几位，此事是个误会。你这狗官，光天化日之下对一个良家少女动手动脚，你还敢说是误会？既然你说是误会，那我倒想问问你，你为何要向这位姑娘的父亲放高利贷，还要强抢民女？
请问老先生，一个烂赌鬼为了筹集赌资，要将亲生女儿卖入青楼，此事官府该如何处置？此事与官府何干？被卖入青楼，也只能怪到他自己命不好。为官者不思为民解忧，反而高高在上袖手旁观，那与助纣为虐的帮凶有何区别？少在这里混淆是非！身为县令，你当众强抢民女，还藐视大明律法，私自放贷，按律当斩！老头儿，少拿大明律压我。大明律这种东西，也就糊弄一下朱元璋那种大傻子。放肆！你居然敢侮辱当今圣上！你居然敢打我！你惹我不高兴了，我打你不行吗？一名小小县令居然如此猖狂，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管你是谁，今天别说是你，就算是他朱元璋来了，我也照打不误。狗官，你居然敢对我大明皇帝不敬！我就是对朱元璋不敬了，你不服你打我啊！狂妄，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林大人才没有强迫我，是我自愿的。姑娘，我知道你是迫于淫威，放心，我一定会替。你们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我都说了，是我想留在大人身边服侍他。你，爷，我就说吧，林县令不是这样的人。凤蝶，你先带小芳下去休息。是。现在你们该相信了吧？即便如此，你肯定也没安什么好心。哼，蠢货！林大人，赌坊的王老板听说您这儿有贵客，特地送来一份贺礼。抬进来吧。纹银1000两，数目分毫不差。好你个林峰！前脚刚逼迫良家少女就范，后脚就公然收受赌坊的黑钱。我两头通吃怎么了？有问题吗？你身为朝廷命官，收受赌方贿赂，还敢说没问题？你把大明律法当成什么了？我替赌坊解决了天大的麻烦，让他们免于血光之灾。这钱是我应得的报酬。你应得的？我看就是官匪勾结，沆瀣一气。看来今天咱不戳破这层窗户纸是不行了。林大人，这卢子峰是隔壁桃源县最大的盐商世家，上次他交了钱，让我帮他坐上桃源县令的位置，事情还没办，估计这会儿是来催我了。林大人，您这府上今儿怎么这么热闹啊？原来是卢兄啊！快，别在门口站着，先进来坐坐。这几位看着面生得很啊。这几位是京城来的大客商，正与我商讨凤阳的发展大计呢。原来是京城来的贵客，失敬失敬，在下桃源县卢子峰，见过各位。林大人，上次在下托付您的事情让您费心了，这点小小意思不成敬意，还望大人您一定要收下。林大人，我那桃源县令一事就全仰仗您多多费心，多担待担待。卢兄，你我之间何必如此客气？不出半个月，桃源县的官印必定送到你的府上。那在下就不打扰大人和贵客议事了，告辞，告辞。林峰，你竟然敢公然买官卖官！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有没有当今天子？本县令买官卖官，跟你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关系？你好，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有几个脑袋！吏部尚书吴林吴大人到。又来？吴林？他不是在京城吗？来这凤阳做什么？哎呀，林大人，让您久等了。这二人看着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林大人果真厉害，10万2两分文不差，下官佩服佩服啊！我说老吴啊，你可别光顾着夸我了，人家花了钱，你得好好办事儿啊。上次我给你举荐的那个河宗府通判，上任不到3个月就被你直接罢官了，最后那烂摊子还得我派人去收拾。你们居然还敢私下串通买官卖官，真是好大的胆子！林大人，我也不想罢他的官呀，是那小子自己将把柄落给了他的竞争对手，人家一封密折捅到了奉天殿，圣上亲自批示拿他开刀。我要是不立刻罢了他，他现在坟头草都快2米高了。就是老朱这个傻逼，我看这大明朝的问题都出在老朱身上，自己出身低微，整天疑神疑鬼，今天杀这个，明天砍那个，搞得朝堂上下人人自危，官员们谁还敢放开手脚干事？一派胡言！当今圣上宵衣干食，励精图治，到了你们这些贪官污吏的狗嘴里，怎么反倒成了圣上的问题了？就是因为老朱严打3五，搞得太过火，才让官员们没办法放开手去干的。林大人所言极是，圣上出身草莽，对咱们这些读书人出身的官员一股子不信任。这俸禄定的京官糊口都够呛，更别说我们这些地方官，迎来送往哪样不花钱？没错，我们不从这些富商身上想想办法，光靠大明那点微薄的俸禄，能不饿死就不错了，还谈什么为民办事？放屁！如果没有当今圣上严打贪官污吏，靠着你们还能过上好日子？你才放屁！卢公子能力超群，饱读诗书，对商道经济的理解远超朝堂上那些腐猪。我让他去做桃园县令，不但能让桃园县内的百姓安居乐业，还能利用他的商业头脑和人脉盘活当地经济，税收翻个几砖都是轻而易举。反观那些所谓的清流，有哪一个不是想着的法子剥削百姓，增加苛捐杂税来为自己博取政绩？他们除了会写篇锦绣文章歌功颂德，还会做什么？你说这2种人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人才，谁才是祸国殃民的蠹虫？哎呀，林大人说的太对了，这朱元璋啊，他就是眼睛长屁股上了，根本分不清好赖人。吴林，你本事不小啊！你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圣安。吴林，朕听说你手下有一名官员是通过买官做上来的。皇上明鉴，臣对此事毫不知情啊！臣执掌吏部，一向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绝不敢行此等欺君罔上之事啊！朕问你是还是不是？抬起你的头，看着朕，如实回答。吴大人，有我在，不要慌。老头子，你们这些吃皇粮的不服是吧？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事儿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是我凤阳县的规矩，哪怕皇帝老子来了，我也不会改。林大人，慎言，咱们今天不提圣上这事儿了，算我求您了，行不行？怕什么？就算是朱元璋本人亲自站在这里，这些话我也照说不误。你这个小王八蛋，嚣张跋扈，无法无天！老子今天就先宰了你！好你个林峰，居然敢威胁我！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有几个头！老头敢动我，找死！不要啊，爷爷！你放开！
此等乱臣贼子，我今天不杀他，天理难容！凌轩，你放手，让这小子知道咱爷的厉害。爷，您现在一刀下去固然是解了气，可传出去，天下人会怎么看您？届时还有多少官员愿意为大明办事？您这一刀下去，是堵住了天下悠悠众口，却也寒了天下臣子之心啊！林大人恕罪，我们一家子吃的都是皇粮，家祖父一生最是记着皇上的恩情，所以听不得半句对圣上的不敬之言，这才一时冲动对您多有冒犯，还望林大人海涵。3日后，我们一定会备上厚礼，登门赔偿林大人。林大人，不好了，出大事了！大人，天一亮，他们就要处决放毒兵了。动作还真快。看来今晚这县衙是注定不能太平了。赔偿可以，看在美女你的面子上，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不过你们几个暂时还不能走。来人啊，把这3位贵客带到后院厢房，好生招待。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们踏出后院半步。你敢软禁我们？林大人既然有此安排，想必有您的道理。那我们就听从便是。看到没，你们2个大老爷们加起来都比不过人家小姑娘。爷，孙女自有打算，这次您听我的。也罢，就听你这丫头的。林大人，我家中尚有急事，先行告退，您自求多福吧。区区一个皇商而已，至于害怕成这样吗？爷爷，您今天劳累了一天，喝杯凉茶降降火气吧。凌轩啊，爷爷杀了那么多贪官，难道真的杀错了吗？爷爷，恕萱儿直言，贪官祸国殃民固然得杀，可是您不能因为几只蛀虫就烧了整根顶梁柱啊！萱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您为了惩治贪腐，将百官的俸禄一压再压，官员们养家糊口都是问题，又如何为大明卖命效力呢？如果不以雷霆手段震慑百姓，谁还臣服我朱家？谁还在乎我大明？爷爷，这天下不仅仅是朱家的天下，更是万民的天下。如今人人为朱家提着脑袋干活，做得不好便是人头落地。如此一来，谁还敢放开手脚去办事？你这小丫头，什么时候胳膊肘也开始往外拐了？今天在屋里那般拦着爷爷，是怕爷爷一怒之下伤着了那个叫林峰的小子吧？爷爷，您胡说什么呢？时候不早了，爷爷你也该歇息了。不用，你爷爷虽然老了，但这路还能自己走。说，那狗日的林峰在哪儿？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深夜持猎闯入县衙，是想被株连九族吗？老子管你是谁！我再问一遍，林峰那个狗官死到哪里去了？要是不说，老子就先拿你们的脑袋开刀！就凭你们这些藏头露尾的鼠辈，也敢威胁我？老东西口气还挺大。来人啊，把这几个家伙都给老子绑了，等下跟着那个林峰一起弄死。是大哥。我们是当人，大明奉旨的皇商，你们敢在县衙之内对皇昌行凶，不怕此事传到京城，皇上把你们碎尸万段吗？这里是凤阳，他朱元璋的手再长，也伸不到我们青蓬山来。有本事你让他亲自过来找老子问罪啊！哼！老大，我看他细皮嫩肉的，比县里青楼的头牌还正点，小的这就给您绑回去，给老大您做个压寨夫人。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你们就这么想见我？林峰，怎么就你一个人？县衙里的衙役呢？对付这群废物，我一个人足够了。林峰，就凭你手上那根烂棍子，还想对付我这么多兄弟？哼！这林峰到底在搞什么鬼？难道是想拉着我们一起陪葬不成？正好，省得我再费功夫去你们那穷山寨里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了。干脆今晚一锅端干净。往后站远点，省得过会儿血溅到你身上。林峰，他们人太多了，你赶紧想办法通报衙役。是啊，难道你还能以一敌百不成？赶紧叫人！叫什么人？说我堂堂凤阳县令，在自己的地盘上还要喊人救命，以后还怎么混？林峰，我知道你有点本事，但是老子今天带了100多号兄弟，你拿再厉害的武器也打不过。小的们，给老子上！到时候里面的金银财宝和女人都是你们的。谁跟你说我非得拿武器砸人？装神弄鬼，干你丫的！原来你这么胆小啊！少嘴皮，还不赶紧扶我起来！我去，一击毙命！那是火铳？不对，大明的火铳绝无此等威力。林峰到底是从哪儿搞来的这些东西？怎么样？还想试试吗？难怪白天咱用刀架在他脖子上，他还能面不改色。原来他身上一直藏着这等神鬼莫测的火气。都愣着干什么？他那玩意儿肯定打一发要很久，趁现在给我剁了他！谁要是能干掉他，老子赏他1万两白银！妈的，豁出去了！老子就不信你的火鞭能一下把我们都杀了！完了，这么多人一起上，这下子真的完了。抱歉啊，我忘记还有威力更强的武器。这是什么火器？声音这么大！几十个悍匪转瞬间竟被屠戮殆尽，此物若用于战场，何愁天下不定？这林峰到底是什么人？接下来该轮到你了。老子告诉你，院子外面还有我100名弟兄，你杀了我，我那些弟兄一样不会放过你的。你这么为你的弟兄们着想，为什么不亲自下去陪陪他们呢？林峰，你他妈别逼我，大不了跟你斗个鱼死网破。跟我鱼死网破？你有这个资格吗？林峰，这都是你他妈逼我的！别吹了，你那些弟兄在院外打呼噜都听不见。你放屁！他们来了，林峰，你的死期到了！弟兄们，还等什么？把林峰这个狗官给我拿下，剁成肉酱！哼！你们疯了吗？你们抓我干什么？快去杀林峰啊！林大人，按您的吩咐，潜伏在城内的100名匪徒已被凤阳护卫队全数拿下，无一漏网。
林大人，按我大明律制，额定兵力不过区30人。你这支100人队伍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能在不惊动上级官府的情况下，将上百名悍匪一网打尽的？我县衙的卫所的确只有不足30人，不过，如果我卫所的每一个人手里都有这东西呢？林峰，你这个混蛋！你早就知道今晚有匪徒会来，对不对？是又如何？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提前告诉我们？你这是在拿我们当诱饵？不然呢？如果你们不在县衙，这帮在城里潜伏了数日的家伙，又怎么会主动跳出来？你知不知道我妹妹她差一点就让那帮畜生得手了？有我在，自然不会让美人受到半点伤害。张龙，把这些俘虏都押入县衙大牢，严加审讯。我要知道他们清凤山老巢的所有情况。等明天出征剿匪。什么？剿匪？怎么，不信？这凤阳处于2省交界，丛林广袤，山脉起伏，地界匪患盘踞已久。3年前朝廷出兵围剿过一次，也只是伤了他们的元气，根本无法连根拔起，还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你今天不过是侥幸灭了一股匪徒，剩下的那些可都缩在各自的老巢里，你拿什么去剿？不错，情况摸得挺清楚。不过吧，我明天带5个人就可以将剩下的土匪全部剿灭。林大人，我知道你很厉害，但剿匪一事还需从长计议，不可莽撞。 5个人剿灭数百匪徒，这小子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他手中还藏着比刚才那火器更可怕的东西。5个人去剿匪，你是去给山霸王送点心吗？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怎么，你们不信我5人能剿匪？你可知剿匪时是要死人的？别说你带5人去剿匪，就是你有5000人的军队，都不一定能剿匪成功。林峰，爷爷说的对，剿匪不是儿戏，这件事我看还需要从长计议。也罢，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剿匪的头号猛将。来人，把意大利炮给老子拉上来！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5人对数百悍匪，古往今来闻所未闻。爷爷不必担心，孙儿已经接到密报，吴林大人调集了南直隶卫所的5000精兵，已经于1个时辰前在30里外的破风口集结完毕。只要我们这边稍有变动，一声令下，大军便可即刻杀到。这林峰最好真有什么通天本事，否则咱们正好借剿匪之名，将他这乱臣贼子一并铲除。老朱，前面那处山坳就是清风山的匪寨了。林大人，天色将晚，依我看，你应立即派2名机灵的弟兄，趁着夜色摸上山去，探明寨内虚实。待到3更时分，人困马乏之际，我们再行突袭。只要拿下了匪首，余下的乌合之众不足为惧。爷爷说的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林峰，你可别莽撞行事。剿个匪而已，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麻烦？林峰，你把打仗当成什么了？不这么做，你还想怎么打？就凭我们这几个人，大摇大摆的走上去送死吗？这是何物？法器还是某种新式的火器？清凤山里的人听着，我乃凤阳县令林峰，你们所有人现在已经被我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开寨投降，否则一律处死！这是什么妖术？千里传音。他娘的！这凤阳县的酒，就是比别处烈，喝着痛快。大
大当家的威武！别说凤阳县，就是整个南直隶，听到您元镇大当家的名号，谁不吓得尿裤子？大当家的，不好了，不好了！慌什么慌？天塌下来了不成？给老子说清楚，什么事儿？山下来人了，是凤阳县的官兵，他们让我们开寨投降，不然就要把我们全都处死。凤阳县那帮软脚虾，他们敢来咱们清凤山，还让我们投降？有点意思。他们来了多少人马？是不是南直隶的卫所都出动了？回大当家的，小的仔细看了，马车2辆，骑马的好像就9个人。9个人呀！大当家的饶命，小的不敢说谎，真的就那么几个人，领头的还有一个怪东西喊话，声音大得吓人。哼，装神弄鬼，老子还没去找他凤阳县的麻烦，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老子今天就让他知道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小的们都给老子抄上家伙，跟我去战场上看看。李峰，你这般大张旗鼓，是生怕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吗？爷爷，我们快走吧，再不走，等那帮土匪冲出来，我们一个都活不了。瞧把你们给吓的，还自称皇商呢，这点胆色都没有。实话告诉你们吧，别说这山里的300多号人了，就算他们那个狗屁大当家的亲自出来，见了我家大人，也得乖乖跪下磕头求饶。你们想死，别拉上我们！底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就凭你们这几只臭虫，也配让老子求饶？元镇，爷爷，难道他就是前元第一悍将，有万人屠之称的元镇？没错，正是他。华成辉我也认得，当年我亲率大军，折损数万将士，都没能留下此寮。没想到他竟然没死，还躲在这凤阳地界，当起了占山为王的土匪。林大人，元镇此人来头太大，万万不可力敌。他手下那些匪徒，恐怕也都是百战余生的精锐。我们这点人手，无异于以卵击石。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们还是暂避锋芒，从长计议吧。我逼他锋芒？当然了，元镇实力深不可测，我们不能白白送死啊！公主殿下，再厉害的人，筋骨再硬，能比得上我手中的火器吗？元镇，本县令念你也是个人物，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立刻缴械投降，本县令还能让你死得痛快点，否则定让你和你这山寨一同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想当年，就连你们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率领10万大军都奈何不了我，你一个边陲之地的小小县令，又奈我何？老东西，你现在不是什么前朝名将，你就是一条没了主人的丧家之犬，也配在我面前叫嚣？什么狗屁龙旗，垃圾！你该死！你一个前朝的败将，一条苟延残喘的丧家之犬，也敢在本县令面前摇唇鼓舌？说实话，我见过的前朝余孽也不少，也都挺有骨气的。但你除了像疯狗一样乱吠，你还会什么？我看你比起前朝其他的败将，要窝囊多了。还在忍？看来不给你来点狠的，你还真以为我只是在跟你打嘴炮？狗官，老子要活剐了你！哼，蝼蚁撼树。真是抱歉，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茅房都找不到。我看这破旗子布料还不错，拿来当尿片正合适。你找死！混蛋！老子先射死你！林大人小心！
死了，这下死定了！林大人，你没事吧？你撑住啊！美女，你也太关心我了吧？不过，好歹让我提上裤子，你再过来啊！你无耻！爷爷，他没死，过去看看。雪儿，他怎么样了？死了吗？没有。不过对方见一箭不成，肯定会倾巢而出，追杀出来。真到了那时候，就凭我们几个人插翅难飞。林大人，此地不宜久留，趁着对方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赶紧撤退吧。撤退？本县令的字典里就没有撤退这两个字。对方可是有300多号杀人不眨眼的悍匪，我们怎么打？上去给人家送死吗？你的火器再牛逼，也根本打不到那些飞土啊！你说的对，我的枪的确射不了这么远。哼，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既然知道不行，就别在这死要面子活受罪，赶紧。但是，谁说我要用枪？来人啊，把本县令的意大利炮给推上来！林大人，大炮已就位，随时可以开火。林峰，就凭这个破玩意儿也想吓唬老子？你当老子是3岁娃娃吗？大当家的，这凤阳县令是黔驴技穷，想用这破铜烂铁来炸我们。老子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爬过来把老子这双靴子舔干净了，老子还能给你留个全尸。求饶，该求饶的人是你。林峰，你真以为有大炮无敌了吗？对方一轮齐杀，我们就要被射成刺猬，到时候我们都得死。区区100名弓箭手，算个什么东西？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口小儿！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我清风山300好汉的厉害！这是什么妖法？威力居然如此之大！这个林峰究竟还藏着多少咱不知道的秘密？这林峰有如此强大的火气，竟敢不上报朝廷，他眼里还有没有王法？还有没有我朱家天下？搞定，收工，你们也快点回去吧。皇上，恕臣来迟。照陛下的吩咐，南直隶的兵马已经全部集结完毕，听候陛下调遣。万岁！万岁！万岁！奉朕的旨意，所有人即刻开赴凤阳，捉拿县令林峰。爷爷，您为什么要捉拿他？妹妹，此等逆贼，私藏如此毁天灭地的神器，却秘而不宣，这与谋反何异？够了！凌轩，他林峰在富阳做的那些事儿，咱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私造火器，还不上报朝廷，是何居心？这等神器，一炮便可轰平一座坚城，他藏在手里，是想在这凤阳自立为王吗？国之重器，岂容私人染指？我绝不容许任何人动摇咱大明的根基。爷爷恕罪，孙女知错了。众将听令，在，直取凤阳。我捉林峰，若有反抗，扼杀勿乱。全军出发，目标凤阳县衙。林峰，你犯了滔天大罪，还不赶紧乖乖的束手就擒！老张，看这排场，
想来你们根本不是什么从应天府来的皇商，而是应天府的皇亲贵胄吧？哼，林峰，事到如今，你既然认出了咱的身份，见到大明皇帝，为何还不下跪？果然，这老头就是老朱，这狗东西居然微服私访，跑到我这凤阳来钓鱼执法了。老哥，哦不，陛下，您这微服私访可是把臣瞒得好苦啊。不过，臣斗胆问一句，臣究竟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竟劳烦陛下如此兴师动众，调动大军来拿我？死到临头了，你竟然还在狡辩！林峰，你身为一县之尊，却贪赃枉法，公然与商贩勾结，买官卖官，你更是仗势欺人，强抢民女入府。最不可饶恕的是，你竟敢私藏威力巨大的火器，意图谋反，你可认罪？允言退下。林峰，暂且问你，这几项欺君妄上、祸国殃民的罪名，你到底知不知罪？陛下明鉴，臣收那卢子峰的钱是为了拿来建设凤阳，强抢民女。臣是救人于水火，何来强抢一说？这2条罪名，恕臣不能认。那咱问你，这火器你作何解释？你私自打造这等利器，不上报兵部，不是想造反是什么？陛下，这东西之所以没上报，是因为它目前还极不稳定，经常炸膛伤人。臣本想着等彻底测试稳定、改良完善以后再上报给朝廷，给陛下一个惊喜。你胡说八道！刚才在清凤山，你那火器杀人如麻，哪里有半点不稳定的样子？不稳定？那咱再问你，那个能一炮轰饼平坐山寨的意大利炮又是什么东西？陛下，臣这意大利炮纯粹是为了对付那帮穷凶极恶的山贼专门研发的，而且造价极其昂贵，工艺复杂，根本没有批量生产的能力。好个伶牙俐齿的林峰，你小子在咱面前嘴里没一句老实话。武林，臣在，将这个狂妄忤逆、私造军器的狗官给咱打入死牢。明日午时升堂会诊。遵旨。来人，拿下！你们放开我，别乱动！哈哈哈哈！陛下既然要审，那臣明日就在公堂之上好好给陛下算算这笔账。只希望陛下到时候千万别后悔抓了臣。死鸭子嘴硬，把他压下去！林峰，你身为大明凤阳县令，你强抢民女，与当地商贩勾结一气，买官卖官，中饱私囊，简直是祸害百姓。这桩桩件件，你可知罪？臣不知罪。大胆狂徒，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的所作所为，强行放高利贷，当街撕扯良家妇女的衣物，收受盐商10万两白银，这些全都是我们亲眼所见。你当我们眼睛是瞎的吗？你们的眼睛瞎不瞎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们挺会装的。你可以说我冲撞圣威，对当今圣上不敬，但这也是你们爷孙几个隐瞒身份、微服私访在先，不知者不罪，我何错之有？你强词夺理。另外，你可以说我是个贪官，说我爱财如命，但你绝对不能说我祸害百姓。我林峰在凤阳这3年，凤阳百姓家家户户吃得饱穿得暖，路不拾遗夜不闭虎，我祸害谁了？林峰，你既然敢说你没有祸害百姓，那你大肆收受商贩银两，买卖官爵，到底是何目的？还有，你私造那威力巨大的火器，拒不上报朝廷，又是什么目的？我收商贩银两，帮他们办事，也是按照大明内部的规矩办事。放肆！咱大明选拔官员，历来是靠着科举考试，优中选优，何时需要靠银两来办事了？我收那些商人的银两，不全是为了应付你们京城里上面的这些高官吗？像我们这种底层出身的人，就算有天大的真才实学，如果不去讨好你们上面那些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给他们送银子打点，哪有可能当得上官？我若不贪，我这凤阳县令的位子早就被人顶了。我拿他们的钱用来建设凤阳，我问心无愧。哼，好一个问心无愧。官场之事暂且不提，那你私造火器拒不上报，又是为何？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还不明白吗？若是我将那火器的制造方法告诉了你们朝廷，你们那些工部的大人们只会高高在上的对我指手画脚，他们会变本加厉的要求我改良改造，提供更多的图纸和材料。最后呢，研制失败的风险和所有的开销利润，全都要我凤阳县自己来承担。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凭什么要做？一派胡言！竟然敢跟朝廷讨价还价，你这就是想谋反！我眼里只有凤阳的百姓。好一个眼里只有百姓的狂徒！既然你觉得朝廷亏欠了你，既然你如此目无君父，那咱今天就成全你的忠义。来人啊，将林峰这个逆贼给咱押下去，打入死牢。明日午时，午门问斩。臣遵旨。爷爷，不可啊！林大人，实在是抱歉。当初我要是直接告诉你对方是陛下，也许你就落不到砍头的下场了。哎，老吴，别这么想。就算你当时告诉我了，陛下杀我也不需要理由的。你这样的人才，白白的被冤枉斩首，实在是我大明之不幸啊！老吴，少说这些丧气话，明天死不死还不一定呢。林峰，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这么悠闲？郡主，吴大人辛苦了，我有些话想和林大人说一说，退下吧。是。郡主居然还能来看我，实在是受宠若惊。不过是在这牢里过个夜而已，环境是差了点，但图个清静。清静，我听得清清楚楚。爷爷说明日午时就要在午门将你问斩了。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去求爷爷，让他收回成命的。你不能就这么死了。唉，能在大明最尊贵的郡主心里占个位置，我林峰就算是现在死了，也值了。你胡说什么？我是说正事。放心吧，我说了，能跟当今大明郡主共处一室，我已经很满足了。再说了，你爷爷他杀不了我。为什么？那可是圣旨。天机不可泄露，等到明天你就知道了。午时已到，林峰，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遗言可说？我没什么可说的，人生自古谁无死，早死晚死都得死，要砍便砍，别耽误了时辰。爷爷，跟这种家伙废什么话？直接将他斩了算了，以正国法。奇怪，这小子怎么一点都不怕？皇上，草民有话要说。准奏，只要你肯认罪，咱或许可以。老朱，别的话我也不多说了。我看上你家孙女了，你要是答应把你孙女许配给我，跟着我林峰过日子，我立刻就把那意大利炮和 AK-46的制造全套方案双手奉上。林峰，你这个逆贼！死到临头还敢调戏皇室，找死！你要是不愿意，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动手吧，别磨蹭了。好，那我今日就成全你。来人啊，给我砍了他！斩！刀下留人！站住！法场重地，休得放肆！陛下，林大人是好官，是我们的青天大老爷，你不能杀他呀！陛下开恩啊！是啊，陛下，我们凤阳能有今天，全都是林大人的功劳，求陛下明察呀！他林峰强抢民女，勾结商贩，买官卖官，桩桩件件都是死罪。这样的狗官，你们竟然还为他求情！陛下，您冤枉林大人了。林大人来我们凤阳这3年，我们才真正过上了人的日子啊！皇上，要不您还是先让他们都散了吧，这闹哄哄的，多耽误您行刑啊！林峰，你以为花钱请了这么多托，在这里上演一出万民请命的好戏，皇爷爷就会信你？皇太孙殿下说笑了，这可是欺君之罪，
满门抄斩的大罪，谁敢为了点银子来送死？莫非在殿下眼里，我凤阳的百姓都跟我一样头铁，不怕死？你休要巧言令色！诸位乡亲，都给咱站起来！你们若是有什么冤屈，都给咱一五一十的讲出来。今天咱给你们做主。陛下，我们没有冤屈，林大人是天底下最好的官。求陛下明察秋毫，千万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错杀了为国为民的好官啊！皇爷爷，请您息怒。皇爷爷，您常教导孙儿，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今民心所向，必有其缘由，请皇爷爷三思，给林峰一个自辩的机会吧。好，林峰，我今天就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咱就先问你第一条，你为何要勾结朝廷官员，私下买官卖官？又为何与那赌坊同流合污，从中牟利？哼，老朱，朝廷每年拨给凤阳的官银只有500两，可这500两连找个人给你家祖坟拔草都不够。你在这金銮殿里坐着，大手一挥要国泰民安，可你知道要把凤阳建成现在这副路不拾遗、夜不闭房的模样，需要征调多少工人，需要耗费多少钱粮？你这纯粹是强词夺理，缺钱就能罔顾国法，买官卖官。老朱，你脑筋怎么就转不过弯呢？我不搞钱，这满城百姓何西北风啊！别杀我！林大人救命！放开他！这是我县衙的主簿。老苏，把咱凤阳县的底子给皇上报一报，告诉他，咱县衙现在雇了多少工人干活。回皇上，凤阳县内外各处营建，外加修路、开矿、建厂，统共录用做工百姓37400余人。胡说八道！区区一个凤阳县，常住人口不过数万，哪来3万多工人？草民不敢，这3万多人大多不是凤阳本地人。那是何人？是洪武23年河南水灾逃荒过来的流民，林大人全给收编了，让他们在凤阳做工换饭吃。3万多张嘴，每天光吃粮食就是一座山。我不去坑那些有钱的盐商，不去扒那些赌坊老板的皮，我拿什么养活这3万多流民？拿你那500两官银，还是拿大明律例给他们画饼充饥？把你怀里那几本账册给他看看。每一笔都有出处，全用在霍阳基建和赈济灾民上了。爷爷，当心账本造假！闭嘴！咱打天下的时候，你看过几天账？这账目来龙去脉严丝合缝，谁能凭空造出这等规模的假账？爷爷，轩儿早说过，林大人绝非大奸大恶之人。打住啊，美女，别给我戴高帽！等等，这账面上有一笔巨大开销，你给咱解释解释。洪武24年。拨白银8万两建武严司，这武严司是个什么衙门？武严司听名字就是研造兵器的地方。林峰，你私造兵器，意图谋反！林峰，你倒是给我解释解释。武严司是改造火器的地方。改造火器？你区一个县令，耗费8万两去改造火器，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为了保护我辛苦建起来的凤阳城呗。强词夺理！凤阳地处内陆，既无边患，又无流寇，你要火器保护什么？分明是想拥兵自重，既无边患又无流寇。小皇孙，你真该出宫去民间走走了，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吗？你敢辱骂我！老朱，你觉得朝廷的火器天下无敌，还是觉得大明江山固若金汤？咱的大明军队横扫漠北，火器哩哩，难道有假？看来你也被下面那些报喜不报忧的混蛋蒙蔽了。你问我为什么要自己造火器，这事儿还得从我刚到凤阳县上任那年说起。那是洪武22年。我刚踏进这凤阳县衙的大。洪武22年，我考中2甲进士，满心抱负来到这凤阳县上任，结果推开县衙大门，满院子杂草长得比人都高。堂堂大明祖地，连个像样的名媛骨都敲不响，骨皮早被老鼠啃烂了。我上任第1天，因为发不出俸禄，衙役就跑了一大半。满口胡言！朝廷自有定例，岂会短了地方俸禄？定例？你去问问户部，哪年没结辽地方粮款？不过这还是小事。洪武23年，河南发大水，黄河决堤，朝廷的赈灾粮迟迟不到，
流民饿得一子而驰，几十万人像蝗虫一样往南跑。这些灾民逃难到凤阳，凤阳城外一夜之间冒出10几个山头，全是笑聚山林的土匪盗贼。他们抢劫商客，下山打秋风。最猖狂的时候，几千人围着凤阳城门叫骂。竟有这等事！那林大人是如何守住县城的？守不住的。我曾带着衙役天县里临时招募的青壮出城剿匪，却被打得跟孙子一样。废物！堂堂朝廷命官，连几股流寇都对付不了。小皇孙，那帮土匪手里拿的是精铁环手刀，全套的皮甲。再看看我手底下的人，拿的是生锈的杀猪刀，削尖的竹竿，这仗怎么打？胡说！大明军器管控极严，这等精良军械，土匪从何得来？这你得去问问兵部和工部那些大老爷们了。黑市上只要银子给够，大将军炮他们都敢按斤卖。就算如此，凤阳本地驻有卫所，你为何不去卫所调兵平叛？去卫所调兵？别逗我笑了！你笑什么？难道卫所敢见死不救？我给千户大人磕了头，我连夜骑马赶到凤阳卫，跪在千户大人的营帐前求他发兵。结果他说，卫所兵马只受兵部和都督府节制，地方官无权调动，市级从权，这是死规矩。没用的，千户大人后来给我交了底，发兵可以，拔营起寨需要开驳费，1个人头10两银子，1000人就是1万两。我一个穷的连裤裆都破洞的县姓，上哪儿给他弄1万两白银？老朱，我不造火器，难道等死吗？强词夺理！就算你研制火器是为了自保，那你造出来之后藏匿不报，私自囤积，这不是想造反是什么？这些火器我制造使用的时都要万分小心，一旦疏忽就是命丧当场。若是他人没我指导，伤亡率高达90%，你让我怎么上交？火器研发安全确是首位，你这番考量倒算周全。火器的事儿，咱暂且算你过关。但咱进城时看到城东乌烟瘴气，大片土地不种粮食，全盖成了厂房。这里写的凤阳第1钢铁厂、大明皇家肥皂厂、盛世纺织厂，有这闲钱，为何不给百姓多买几亩良田？3万多辽民，再多的良田也没用。那也该设法赈济。你弄这些厂子，岂不是不务正业？老朱啊，开仓放粮，等到了灾民碗里，那就只剩下清水了。难道你建几个厂子就能救活3万人？对，这就是我要教你的4个字：以工代赈。何为以工代赈？说清楚。老朱，算过账没？朝廷发10万担赈灾粮，从户部出门过州府下州县，一层层剥皮抽筋，到灾民碗里剩几粒米。灾民吃不饱就要闹事，你派兵镇压呀，又要花钱，这是个无底洞。可要是让他们干活呢？干活？进我的钢铁厂打铁，进纺织厂织布，只要出把力气，就有热乎饭吃，按月拿工钱。人忙起来有盼头，谁还去造反？他们造出来的钢铁、布匹、肥皂，我全盘高价卖给江南富商，赚回来的银子再去湖广买平价粮，消灭暴乱，养家糊口，创造税收，一举3得。你这些厂房能吃下多少流民？5000人。好，能平5000流民，足为振兴。老朱，格局小了，是5万。哦不！居然敢说5万人！凤阳总共才多少人口？闭嘴！君无戏言。你真能安顿5万人？账本都在苏根生那儿放着，
你可以挨个核对去。好，好，好！你简直是我的天房，有此良策，大明万年无忧。老匹夫变脸真快，总算把这条命保住了。爷爷，不能放他，刚才都是他在狡辩，您切莫被这奸臣糊弄。大哥，你别再血口喷人。凌轩，你中了什么邪，还在为他说话？我中邪？没林大人造火炮，咱几个昨晚就死在土匪刀下了。没他建场子，凤阳城外早就饿殍满地。他这是救民水火。看见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要砍我，问问凤阳百姓答应不答应？放开林大人！放开林大人！哈哈哈哈！好，咱今天就顺了这民意。凤阳县令林峰私造兵器，违制建厂，罪在不赦。然其安抚流民，保境安民，功在千秋，功过相抵，即刻无罪释放。皇上圣明。林峰，你那连发火器叫什么名堂？火绳枪。这火绳枪威力远超军器局火铳，眼下能不能全军列装？老朱，你想挺美，能全军装备我早装了。放肆！怎么跟皇上说话？我看你分明是心怀鬼胎，私藏秘方。你懂个屁！这枪管全要金刚打造，且流程繁琐，产量根本上不来。金刚，这是何物？可否带我去看看？既然皇上想看，那就带您去看看。这一天能出多少铁？出铁3万斤，金刚5000斤。不可能！大明一府之地，1年也出不来3万斤铁。大哥，仔细看那些风沙，全凭水踏鼓风，12个时辰不停，火力比寻常铁匠铺旺100倍不止。林大人何须撒谎？好钢！若用这等金刚打造大明制式刀剑，对上瓦剌重骑，岂不全当切瓜砍菜？这钢打刀剑韧性根本不够，对砍几下必折。真要打百兰钢刀，得砸10倍成倍银子，耗费巨大人力。可惜了，不能全军列装，给咱单独打一副铠甲，一把利刃总成吧？行，给钱就行。回头打好派人送京城去。哈哈哈哈哈！好小子，真是一点亏不肯吃。看也看完了，回去吧。林峰，凤阳池子太小，容不下你这头真龙。老朱，少来这套，有话直说。跟咱回京城，只要你把以工代赈、建厂生钱法子推行天下，大明朝堂你横着走。爷爷，他一个7品县令，连跳5级1步登天，朝野文武，朝野王如何服众？我给的官，谁敢不服？不服，让他来找我。林大人，京城广阔，定能大展回途。这是千载难逢机缘。去京城可以，不过眼下不行。为何？难道咱这2品大员还委屈了你？凤阳这烂摊子还没彻底收尾，等我把凤阳的事处理干净，厂子步入正轨，再去京城找你也不迟。哈哈哈哈哈哈！好，是个懂担当好官，做事有始有终。我在京城等你。王爷，听了此人事迹，觉得此人如何？狂妄，目无尊长。此子行事看似荒诞，实则步步踩在点子上。那以工代怨之策，实乃治国大策，能解流民之患，还能生出金山银海。只可惜没能当日听他讲解。他那连发火器才真叫人眼馋。若我北平燕王卫能全军配备，对阵瓦剌铁器，何须再用人命去填？此等惊天伟地之才，若能收归麾下，大事可期。听说他连父皇的面子都不卖，一个工部尚书都能推辞，能甘心跟本王去苦寒之地吃沙子？人皆有欲，只要找到破绽，
没有拔不动的钉子。而且前日北平来信，郡主在游玩的时候感染了风寒，现在卧病不起。关键时刻，我们可以用郡主来劝他。你这方法倒是可以，但是不到关键时刻不许用。贫僧明白，我们现在不如进去看看，和此人聊聊也罢，会会这只地头蛇。瞧什么瞧？今天县衙不见客，林大人要休养。这位差爷通融。在下狄竹，这是我朋友陶须子，我们是从北直隶来的客商，有笔大买卖，想找林大人当面谈。北直隶来的大客商，行，冲这锭银子，我去给二位通报一声。不过林大人刚睡下，见不见你们，我可不打包票。大人，大人，外面来2个北直隶客商，说有笔大买卖要亲自跟您谈。滚滚滚！什么大买卖？本官现在富可敌国，让他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那我回绝他们。对了，那领头的人说他叫什么狄竹，旁边还有个叫陶须子的，真是怪名。北直隶狄竹陶须子。站住！你给我滚回来！大人，您不是说不差钱不见吗？你懂个屁！快去把大门敞开，把人客客气气请到会客厅。是。二位久等，北直隶大老远赶来，辛苦。林大人百忙之中播众相见，狄某荣幸。这俩人看着不简单啊！原以为是个老成持重之辈，竟比高炽大不了几岁。此等惊天伟地之才，若是弄回北平，大事必成。狄老板大买卖，看中我凤阳什么了？肥皂、水泥、衣料、丝绸，狄某通通要，价格好说。哼，胃口不小。北直隶地界大，竞争也激烈。狄老板平时走哪条道？不瞒林大人，狄某常年在关外走动，皮草、人参、东珠、西域诸国、漠北草原，都有狄某商号马队。西域、漠北，陆上丝绸之路，这可是能把破玻璃卖出天价风水宝地。胃口不小。北直隶地界大，竞争也激烈。狄老板平时走哪条道？只做肥皂酥绸。狄老板大老远跑一趟，格局就这么点儿。只要林大人愿意给货，狄某什么买卖都敢接。痛快！来人，把本官卧房床底下那口黑皮箱子抬上来。全都是琉璃。白送。林大人，狄某跑江湖多年，天下没有白吃午餐。条件是什么？条件简单，就看狄老板胃口多大，能吃下我多少货。狄某商队虽然宽裕，但也得掂量掂量。林大人手里能有几件？5件、10件。狄某砸锅卖铁，10件全要。狄老板也是个干大事，怎么一开口满嘴穷酸气？林大人什么意思？想要拿下我凤阳琉璃在北直隶代理权，最少50件起售，少1件免谈。50件？林大人，你莫不是拿狄某寻开心？50件极品琉璃，整个大明都找不出。在我凤阳，只要本官点头，你想要100件、200件，随时提货，就看你有没有这个身价。一口价50万钱，均价1万1件。你要是拿货量大，本官还能给你让利。100件！你说什么？狄某要100件，100万钱。好，狄老板果然有魄力，痛快！凤蝶，给狄老板倒茶。
这是江左陆家的生意，料子不错，染色也正。不过这等丝绸算不上什么稀罕物。确实，此物虽好，却无奇货可居之势。那如果我这丝绸价格比市面上最便宜苏杭货还要低1半呢？林大人说什么？低1半？没错，不仅价格便宜1半，而且你要多少，我纺织厂就能产多少。琉璃丝绸，来时路上见的水泥地路面，全出自此人之手。这等通天大财，若能弄回北平，辅佐本王，大事何止添3分胜算，必须把它砸下。老朱真是个福星，他前脚让我清空库房，后脚就送来这头北地大肥羊，库存清空不说，还能大赚一笔。狄老板，买卖谈妥，天色不早，本官做东。后院备了些宝酒，赏脸吃顿便饭。这小子心气极高，力又走不通，只能结交，用情拿下。林大人赏脸，狄某求之不得，能与大人这等奇人同桌共饮，是狄某福分。林大人这凤阳地界，竟有如此地道北地吃食。狄老板常年在塞外奔波，吃不惯南方精细物，本官特意交代后厨烤制，尝尝。光吃肉没意思，狄老板尝尝本官私酿。好酒，狄某走南闯北，从未闻过如此霸道酒香。这叫茅台，一口下去，刀割喉咙，火烧心，就怕狄老板喝不惯。笑话，狄某在关外那是拿烧刀子当水喝。老板慢些，痛快！林老弟，你这人对我脾气，以后在北平遇上麻烦，报我狄某名字。狄老哥豪气，不过老哥这买卖做太大，西域漠北，马匪流靠多如牛毛啊！哼，马匪，他们也配接老子货？我这琉璃丝绸价值连城，一旦出关，必然惹人眼红。不知老哥伤后护卫队是个什么规模？为何这等机密绝不可泄露？5000人，看不出来狄老哥这商号护卫赶得上大明正规卫手啊！5万。5万，这老哥真喝高了！你一个商队养5万人，当朝廷锦衣卫瞎呀？老子没吹牛，不瞒老弟，达子见了我的人都得绕道。吹什么牛逼？你当你是燕王朱棣？林老弟信我，我没吹牛。老哥，5万人练兵靠可不是死板阵型的。听过3-3制战术没？何谓3-3制？3人为一个战斗小组，1人主攻，1人辩护，1人支援。小组呈3角阵型散开，互相依托，哪怕被打散，也能各自为战，这叫战术穿插。还有，这2本书在哪儿？哼，全在我这儿。此等练兵神术，若用在燕王卫士上，扫平漠北何足挂齿。这小子简直就是天授奇才。林老弟，老板，不可鲁莽，此事需从长计议。滚一边去！从什么长计议？这等奇才，错过是要遭天谴。关二爷在上，皇天后土为证。今日我与林芳结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北地蛮子手劲真离谱。罢了，结交个大商也是条财路。哈哈哈哈哈！好兄弟，以后在北平，四哥罩你。谁敢动你一根汗毛，四哥活劈了他！四哥，你是朱棣？有些话烂在肚子里是福，说出来可是要掉脑袋的。四哥，别演了。刚才拜把子的时候，你那股子气吞山河的劲儿，除了那位蹲在北平戍边的燕王殿下，大明朝找不出第2个姓朱的。再说了，什么商贾能一眼看出3-3制？既然把话挑明了，本王也不藏着掖着。林峰，这破县令有什么好当的？跟本王去北平，本王许你一个万户侯。不去。说什么？北平风沙大，还没我这凤阳舒坦。况且前2天老爷子才刚从我这儿走，他老人家前脚走，我后脚跟着你跑了。四哥，你是嫌我命长，还是嫌你自己命长？的确，父皇刚走，若是贸然让林峰和我走，恐怕也会牵扯到我身上，得想办法瞒过去才行。所以啊，四哥，咱俩这兄弟照做，买卖照谈，
但去北平这事儿，且等以后吧。行，本王等得起。陶须子，走。那33志，你想明白了？贫僧刚才在脑子里演练了3遍，若真能成军，塞外蛮族那套骑射就是个笑话。此子之才，甚至在刘青天之上，若不能为殿下所用，必成大患。哼！老头子见过他，却没带他走，也没杀他。这事蹊跷，这小子是个属刺猬的，硬拉不行，得让他自己求着去北平。殿下指的是那批琉璃和丝绸？凤阳到北平几千里的路，响马流民，还有那些饿疯了的卫所兵，哪个不是属狼的？他不是吹他的龙门镖局厉害吗？本王倒要看看他那几十号人能不能把这几百万钱的货囫囵个的送进本王的王府。殿下的意思是让燕王卫扮成响马？不仅要办，还得下死手。本王要让他明白，没本王罩着，他那点奇技异术，在绝对的冰封面前一文不值。等他在路上碰了钉子，求爷爷告奶的时候，本王再从天而降。那时候这小子除了北平，哪儿也去不了。林老弟，昨晚说的事儿，本王可是认真的。北平那边催得紧，这批琉璃和丝绸，咱打算今儿就启程。行啊，四哥，钱货两清，你拉走便是。拉走容易，护住难呐。实不相瞒，咱这一路上过来，听闻不少响马盯上了凤阳的肥肉。咱手下这些家丁，虽然马背上能耍2下，但护着这么多金贵玩意儿。林老弟，你那龙门镖局真能行？在凤阳地界，挂我龙门镖局的旗子，阎王爷见了都得绕道。哼，凤阳是你林大人的天下，出了凤阳呢？过了长江，那可是流民漫天，卫所兵穷得跟鬼一样。你那几十号镖师，拿几根火药筒子，真能镇得住那些饿疯了的狼？依我看，这趟买卖悬。悬个屁！我龙门镖局走南闯北，靠的是硬实力。林老弟，你毕竟是个文官，躲在县衙里指挥还行，真到了荒郊野岭，听见马蹄声，估计腿都软了。这保命的本事，还是得靠咱们这种拿命换钱的粗人。朱老四，你瞧不起谁呢？老子亲自带队，我亲自把货给你送到北平王府大门口。老弟，别冲动，刀剑无眼，万一有个闪失，咱可赔不起一个县令。少废话，3天后准时发车，到时候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特种镖行。好，那我就先回北平打点，在燕王府备好美酒，等老弟大驾。妈的，被这老狐狸套路！北平那地方除了沙子就是风，我去凑什么热闹？爷，听说您要去北平，听说北平的胭脂水粉最有劲道，爷带上奴家好不好？带上带上，真拿你们没办法。王爷，真要动用燕王卫去劫林峰，这镖局成色真值得您费这么大阵仗。哎，你不懂，林峰这小子滑头狠，嘴上说亲自护送，谁知道他肚子里憋什么坏话？他弄出那些火器，连父皇都没摸透底细。咱这次借着劫道名义，正好探探他龙门镖局家底。王爷三思，林峰手下火绳枪威力不俗，燕王卫可是您心头肉，真要是对上虎器，万一折损太重，如何收场？咱这次调来50名燕王卫，全套上最新打制金刚天甲，
只要冲阵速度够快，火枪根本来不及开第二轮。到时候把刀架在他脖子上，看看这位林知县腿软不软。王爷既然算无局策，贫僧便放心了。只盼林大人吉人天相，别被燕王卫吓破胆。吓破胆最好，到时候名正言顺把他绑回北平，让他在燕王府专门给咱造火器。爷爷擦擦汗，这荒郊野岭连个茶铺都没有，真糟。就是，那燕王也忒小气，连个护卫都不留，全靠爷亲自受累。你们懂个屁！这叫实力展示。朱老师想看我笑话门都没有。前面就是葫芦谷了，地形险恶，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爷，有情况！前面走镖听好，老子只求财不害命，把车上流离丝绸全留下，带着女人赶紧滚蛋！敢说半个不字，爷爷手里大刀可不认人。对路朋友，知道车上插是什么旗吗？龙门镖局。我管你是求财还是求命，今天敢动我林峰货，全留在这儿当化肥！哈哈哈哈哈！黄口小儿大言不惭，就凭你们手里那些烧火棍，弟兄们，让他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铁骑冲锋！杀！周老四跟小爷玩这种杀气腾腾的戏码，真当我是吓大的？龙门镖局列阵，3段击，放！林峰，早跟你说了，你这烧火棍对付寻常毛贼还行，对上咱大明的百炼钢就是个笑话。弟兄们，撵过去！哼，铁罐头是吧？正好试试我新研发的宝贝——换电棍。那是什么邪术？这小子到底还有多少压箱底的宝贝？这电棍竟能隔甲伤人！撤，后退30步，弓箭手准备。朱大哥，非得在这儿跟我分个高下是吧？那我就陪你玩大点儿。龙门镖局听令，把那几个特制的小玩意儿拿出来。咱燕王卫剑术天下闻名，威力不输北方胡人。小小林峰这下我看你怎么应付！往前！这是什么妖法？哪来这么大烟池？老子的眼睛！哎呀！人呢？青天白日还能遁地不成？大当家的，不好了！咱们布置在后方的弓箭手全被解决掉了！你放屁！他们才几个人，怎么摸到后面去的？你放屁！他们满打满算30个人，还护着几辆大车，能绕过前面的重骑兵摸到后方去？大当家，真没骗你，弟兄们连敌影子都没瞧见，稀里糊涂全躺上了。谁？大当家，没伤口，连根针眼都没有，这人就这么晕过去了。鬼！有鬼啊！看不见的东西在打我们，别过来，退后！乱什么？都给老子稳住阵脚！背靠山岩结阵，全围拢过来！喂，醒醒！隐形剑矢？不对，要是剑矢，不可能连个红印子都没有。这到底是什么邪术？隐形剑矢
朱大哥这脑子真不够用，那种低等暗器我可看不上，我这玩意儿比暗器好使多了。怎么样，服不服？现在让兄弟们把刀扔了，蹲下抱头，我心情好，说不定让你们少吃点苦头。要老子投降，下辈子吧！这点装神弄鬼的伎俩，真当老子破不了？都愣着干什么？给老子扬沙子！把地上的土全给老子扬到天上去！在那儿，抓到你们的尾巴了！给老子砍碎他们！哎，给脸不要脸！这到底是什么妖法？朱大哥，剩你一个了，真不投降，我可要下黑手了啊！放马过来！老子打了一辈子仗，还能怕你个黄毛小子？去！有种现身单挑！暗箭伤人算什么好汉？单挑，行，成全你。你大爷的林峰，你下死手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朱大哥，你这还没认输呢，要不我再补一下？别，老子服了，赶紧停手，再打老子绝后了！这是隐身衣！刚才没控制好力道，朱大哥多担待，要不要紧？我这带有金疮药。滚蛋！你这药管得了下面吗？你小子早就认出我了，对吧？认出我了，还专门往那种地方招呼，你心到底有多黑？朱大哥这话说的，这可是你非要试探我的镖局。我要是不拿出点真本事露一手，怎么对得起你这份苦心？这就是刚才把我人掀飞的东西。空气枪，纯靠压缩气流打人，威力可调，调小了能把人打晕，调大了就是刚才那效果，不流血不留痕，杀人越货必备良品。真是好东西！要是给我的精锐少特全配上这玩意儿，再加上你那件隐身布衣，面对瓦剌铁骑，老子能在万军丛中摸进敌营，直接取了他们主将的项上人头。林峰，跟我去北平，条件你随便开。别介，凤阳大把的银子等着我赚，去北平吃风沙我可不干。你小子怎么油盐不进？干嘛呢？这是折寿啊！兄弟，哥哥也是没办法了。这次请你去北平，不光是为了这火器。我前几日收到信，说轩儿在北平游玩的时候病了，整日念叨着你的名字。你要是不去，他怕是撑不过这个冬天了。小丫头病了，什么症状？老朱没派御医看。看了，全查不出毛病。轩儿天天拿着你送的琉璃发呆，你就当去救人行不行？大人，郡主那么可爱，您就去看看吧。是呀，大人，听说北平的羊肉锅子可好吃了，咱们去转转嘛。行了，去还不行吗？唉，说好了，我只负责看病送货，不管别的闲事。好兄弟，哥哥保证把你供起来，咱们即刻启程。